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讲青康影卡米尔，然后这局对线的是武器。这一局的对面武器是一个，也算是一个老武器了，挺会玩的。然后左右两边是推荐符文搭配，但不一定是每一局都是会按着推荐来出，因为总会有意想不到的状况，比如说顺风局或者逆风局。这里面前期的话，卡米尔主要是学 W 二技能去打一个拉扯和消耗，因为跟武器站撸的话，对 A 的话是打不过他的。这里二级学的一，这样的话，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出这个武器是很会对线的。他如果学 Q 跳人的话，卡米尔的话就更好的去打消耗。但武器学了 E 三技能，那卡米尔就没办法说通过他可以卡那个卡米尔的一技能二段 Q 的正伤伤害 A 不出来的话，其实对武器来说消耗就没那么大。你看这里面只要开了 E， 卡米尔只能往后拉，不然的话就会被控住以后打一套。双人路传来噩耗。卡米尔的连招的话，其实就很简单的一个 EW 在可以超远程的一个资源，一个消耗。像卡米尔的被动的话，就是当你近期受到伤害的时候，就是来自对方英雄伤害的时候，法术伤害更高的时候，就会提供一个3秒的法术。这里武器抓到了，然后就是会给3秒的法术盾，如果物理伤害更高的话，就会给物理盾，黄色的。Q 的话是两段 Q， 第一段 Q 是增强一下普攻伤害，第二段 Q 是打出一个增伤，就无视防御打出的伤害就特别高。这里 EW 打一个减速，然后上一个引燃，这就是青康影最基本的一个连招。EW 很快的超远程的一个进场，如果你要再远的话，可以衔接一个闪现。这里皇子反蹲了一手，这皇子很会玩，但这里原地 E 就很奇怪。
如果 EQ 中了的话，其实这金刚也是走不出来的。这里面就出大事了。其实残血的话应该是放了，但太贪了，他队友还想吃，大家都没有状态。像这里面有个忘说了，就是你打武器的话，还是必须得带那个残骸，抵挡前3次的，就是受到攻击时前3次的攻击减伤。像打这些，又臭又硬的这些偏数值的上单，都是以带那个爆破，尽快的把它拆掉，然后拿更多的经济，然后靠后面打团去那个创造机会，因为线上的话你很难做到一个线杀什么的。有可能还会被反杀，这是最惨的。看这里面就其实完全打不过了，武器就是这样子，还是很强势。特别是前期的过渡期，一旦过了中后期，他就很无脑。然后像稍微会玩的那种老武器更离谱了。像刚刚有一波，就是你熟练度高了，当你的肌肉记忆有了以后，你可以先 E， 就还差1次平 A， 或者说你要杀人的时候，就只是差1下，然后你提前 E 到墙上，要 A 完它以后，这个间隙你可以出1次平 A 的那个机会，但这种就很自信哦。杀掉了一个，这里面转机出现了，2个人头，这个卡萨应该也走不掉了，有大招，是啊，这里面有点葫芦娃救爷爷的意思了，一个一个送，吸血鬼也到了，啊，又来了一个武器，还有高手。武器也没了，这塔 A 掉，5个人头加1座塔，直接经济扭转，哎，还要送，还要来，6个人头，好，7个，这下好了，一波肥。但还是没有说，只是打回来了而已，但没有说完全一面倒。像吸血鬼啊、武器啊，这些都是后期英雄，还是很能打的。
直接找到，哎，没有闪现的卡莎。就青刊影可以这样，1W 进场，或者说直接大招进场，但这就很考究了，就是队友得帮忙补上伤害，把那个首先把框住的那个人秒掉。这里面就是因为偏高端局嘛，然后玩家基本上伤害也能补得上。这里面因为开始顺风了，所以这波那个绝猴哥就出了纳什之牙减盾的，因为这边的话只有中单做了减护盾的那个正在做吧，应该是要正在做。我看到有个小面具。不然的话，有像皇子的盾啊，还有那个小米同学的盾，还有卡萨的盾，这些有可能杀不死的话就很麻烦。感觉中路要开始犯罪了。武器进场，哎，没有。来，准备要大龙横团吗？哦，进场。武器切后了，这边卡米尔也切后，但3个人没办法。卡莎肥大。这里的话，龙是应该没有了，对面状态更好。哦，武器又把射手蹲掉了，啊，顶级老硬币啊！大龙。这里面叫盲僧换传送，哎，没机，哦，抢到龙了，可以。那这一波纯是对面打野在犯罪，对，可能想着一个求女辛德拉抢不到龙。这里的话应该是可以一波嘛，不行，还是差点，人家复活了，顶多吹一个外塔，你赶紧跑，不要回去。还是被抓到了。杀不死，要送。吸血鬼，吸血鬼还没有3件套嘛，他的伤害还没有完全上来。哦，这里有漏单的辅助。这下就直接一波了。好，待会我们接着看下一局的对线。
这一局的话，我们看到绝后哥对线数值怪狗熊沃利贝尔。这局的出装，第一件就不能是3项，因为对方是回血、续航都很厉害的，你必须得出一件身份，来跟他拼续航。这里绝后哥一级学了 Q， 打算跟他一级看看能不能拼一下。学 W 的话，你只是个消耗，那你清兵还有对拼就没有威胁了。这里就是很展现数值的魅力。人家清完兵线就找个地方可以啊，去入侵野区。像这种情况下，如果对面的打野入侵野区的话，那个卡米尔是帮不上忙的，很难帮上忙。要么他放弃吃兵线，那就是1级打2级。特别是杰这种前期刷野太慢，特别慢的那种。哦，对，这里外圈刮到的话，就是卡米尔的 W 外圈刮到的话，是会有个减速，伤害也会更高一点。所以拉扯是一个很好的技巧。所以狗熊太自信了，吃了闪现也不交3抛路，以为自己能拼到底。主要是他没有兵线，有兵线的话还能回点血，但吃了引燃回的也不多。心肝引的爆发直接把他给爆死。说明这里面这狗头很一般。哇，极限啊，没跑掉，可惜。这里没办法追了，钩索已经用掉了。这狗熊还不死心，要把场子给找回来。你看到没有？这里面狗熊就只要不吃他的2段 Q， 那个增伤效果，卡米尔就奈他没有办法。
后这里就是你看，就跟上一把说的，带爆破打这种数值，就你在线上就没办法跟他打出什么决胜性的一些因素出来，你只能说更快去推它，让自己的经济变得更好。你看这边那个卡米尔的塔就是还是蛮血的，虽然这中间有狗熊去帮忙啊支援这种因素在，但有了爆破以后，你没有爆破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么快推掉。就是你玩这个游戏，你要明白一个点，就是前期一切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后面更好的打团。为什么要更好的打团呢？就是为了要这场游戏获得胜利。这就是这款游戏的里面那些在里面。但如果说你追求的是英雄极致的那种操作技巧啊，或者说什么就是那些去虐对手的那种快感啊，那另外一说哈。但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对游戏胜利的快感应该是胜过更多吧，不然你赢了对线，输了对局，其实也不好受。这里中路开始团起来。其实有时候想在解说的过程中跟粉丝们或跟评论区的朋友们互动一下，你们看看有没有说想发的一些东西，我会通过在这里空闲的时期，然后这里面想抓死这个卡牌，你看他这边他的卡密的被动，如果说你像真的很恶心。完全打不动他。然后对，就刚刚说到，就是说你们有想发出来，有想跟我聊的事情啊，都可以，像平时生活中的事情啊，也可以，我们可以增加一些节目效果在里面。虽然说手游的节奏比较紧凑哈，但还是可以让大家有一些团战没那么精彩的时候，跟大家互相聊聊天什么的，我可以回复一下你们，看看你们最近生活过得怎么样，什么的。这里面看看他有没有机会跑掉。哦，卡牌也飞了，那没机会了，是了。2个人的话，其实还是有机会的，毕竟稍优势还是有。这就是有优势和没优势的那个对决。有优势，其实2个人抓你，你都不一定能被抓死，你还只要靠你自己的对英雄的理解，对地图的理解，再找到一个间隙，做一个反杀都有可能。所以为什么要做这种频道呢？其实也是想让，因为好多我是初中时期接触过端游，持续玩了4、5年，还有后面云玩家嘛，看比赛看得多，其实对英雄联盟来说，你说我有10几年的游戏年龄，也算是有了。再加上后面手游也有持续的在玩，现在就是想让大家有对一些
00后的或者说10后的伙伴们，能更快的去接触这款游戏，而且年轻人玩游戏肯定上限，因为他们都在上升期，他们上限一定会比前面的人高，所以他们能更快的有更好的一个游戏环境，或者我觉得其实也好，说不定未来比赛会就是英雄联盟手游的比赛会越来越多，就像一开始英雄联盟端游比赛也确实很少，现在慢慢变多了。像最近 CS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它的赛事啊那些也其实跟往年来说也越来越多了，其实这就是一个大趋势。哦，差不多要开始决胜团了。情侣控的好，直接抓住了射手。这轮子妈还是有点肉的。如果说要按其他的射手，可能踢一脚已经是很一丝血了。他竟然还能有1/5、1/4的样子。这里面要把下路兵线清掉，推过去，然后看抢一下下路的视野，准备要拿大龙了。所以就是这里面就怎么说呢？你前面做的所有努力哈，都是为了要拿后面的2条龙，远古龙和大龙这种大资源，为这些做努力，才能赢下比赛。如果说你前期打得再好，经济压得再多，但你一直拿不到这2条龙的话，或者说一直被抢的话，其实你想赢的话，其实是有点困难的。除非是阵容压制哈，阵容压制这种东西，你低端局5排可以，但总会有大家自己，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有一些英雄他就是自己玩在手里面就玩得很好，有些英雄他就是不会玩不出来那种感觉，就是看别人玩的那种感觉。这里抓住狗头，赶紧跑了，看对面支援。但有一些人，比如说偏就是年轻人吧，他可以适应多了以后，他其实什么英雄他都会玩，但就是要花时间去玩的，就是细节啊什么的，玩的更多一点。这里拿大龙，准备中路要推进，这边最后哥在带还是在单带，吸引把狗熊吸引过来，但中路是4打4哦，4打3，这里抓不死。其实他们这样子选择抓卡米尔是抓不死的，卡米尔又出星之康，又有石像鬼的板甲，加上那个他准备出9头身，都还没完全出来，是杀不死。说实话，除非卡米尔把技能交完了，在那里跟他们对 A，基本上就摧枯拉朽的一场比赛。好，这一期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的观看。后面你们
还是有喜欢或者说有提的什么意见，欢迎在评论区评论出来。好，谢谢大家，拜拜。